但面对对方发球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对方要发出是长的、短的，是上旋还是下旋，所以不知道对方要出什么招。那么好了，我们就一定要接发球，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宗旨呢？就是接发球以稳为主，稳中带凶。那么发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发抢的时候，我们是以凶为主，凶中带稳。所以说，看似一场平淡的乒乓球比赛，每个人在发球与接发球转换之间，其实是两个理念中的这个转变。那么现在接发球，我们要面对着两个判断，一个是长短的判断，还有一个旋转的判断。那么这两种判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判断长短，我们要观察对方在这个发球时候，那么他的发力方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再就是通过这个对方第一跳也就是我们要看到对方并不是说盯着他的眼睛，盯着他的面部表情，而是他抛起球来之后跳到台面上的第一跳。如果说是在这个端线，也就是比较靠外的这个落点的话，这第一跳在这儿，那肯定就是一个长球。那如果说想发一个短球的话，那么他的第一跳，也就是一接触球板之后，第一跳会在台内在台内之后，他才能发出短球来这样通过对方的第一跳以及对方的发力用力方向来判断对方发的是长是短。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如何判断对方的旋转。那么这个旋转里边呢，涵盖了两方面的旋转，一方面是转与不转，另外一方面就是侧旋。这个侧旋里边呢，又包含了左侧旋、右侧旋，所以所有的旋转里边的这个判断，一定要观察对方在接触球时的一刹那关注他一刹那当中的发力方向。比如说，在接这个转不转发球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在接触球底部的时候，他是否发力摩擦。如果说在接触球的时候只是碰过来的，没有摩擦，那么这就是一个不转的球。如果发力摩擦的，这就是一个加转的球通过对方这个摩擦球是否用力来判断转与不转。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侧旋球。侧旋球里面也有侧上也有侧下。那么我们要观察什么呢？要观察他接触球的时候发力方向是往上，是吧？虽然都是左侧旋，但是有的他在往下用力，有的是在往上。接触球的这一刹那，这个往上用力，这就是一个侧上；往下用力是侧下这个是第一信息。也就是说，对方球拍接触到球的这一刹那，这是判断对方发球旋转的第一信息。第二个方面，从对方一旦接触球之后，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弧线的高低来判断对方的旋转是侧上还是侧下。那么一般情况下，弧线比较高的，通过第一跳落台之后有点往上蹦，弧线比较高的，这个是侧上。如果说接触球之后它在台面上运行，弧线比较低的这个球，那么这就是一个侧下旋的球。这是第二个特征。判断对方接发球的这个旋转还有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跳到自己这边台子上之后的弧线，也就是一落台之后往上蹦的，这个就是侧上；往下走的，这个是侧下。那么好，我们从这三个接发球的特征上，我们来准备接发球。
如果说在第一信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对方是侧上还是侧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从容的去做接发球的准备。我是上手拉呀，还是上手拧啊，还是要挑打呀，是吧？我就可以比较充分。但是第一特征我没看出来对方的发球非常的高级，是吧？动作很隐蔽，我没有观察到到底是侧上还是侧下，马上转入第二特征的观察中，也就是在这个球的运行当中，到底是弧线高低来判断是侧上还是侧下。那么又没看出来，就等到对方这个球一落台之后，是上是下，再来调整自己的拍型，这样难度系数就会加大很多。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等到第三特征的时候再做出判断，再做出手法上的改变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比较晚了。所以说我们首选是第一特征啊，实在不行再往后延。那么往后延，最后首先我们接发球还是首要任务，还是一个好。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发球怎么办，接发球怎么办。那么在接发球的判断当中，我们也有了3个特征，3种办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判断好了，要抱着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来出手呢？也就是接发球的这个理念当中，一共有上中下3策啊。凡是这上中下3策你能做到的时候，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上策是什么呢？接发球大家都知道是很被动，接发球之前心里很忐忑，那么出手呢以稳为主。但是以稳为主不等于不积极主动，也就是我们的上策是积极主动，先上手为主啊，先上手为主。那上手不了的怎么办呢？那我上手不了也要控制对方，也就是中策是摆短，控制对方，不让对方打发球抢攻，不让对方先上手。那么也上不了手了，也摆不了短了，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要主动的去劈长，劈完长等到对方轻拉之后，我们再来衔接第二板的这个反冲啊、防守啊，主动的去防守。那么上中下策这3个理念，我觉得意识上还是非常领先的。所以说我们在接发球这个练习环节当中，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去练习，带着什么样的理念去接发球，我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正手短球啊，这个球是什么呢？你的重心是下身的重心太低，这样造成了不是冒高就是失误。那现在要干嘛呢？上身的重心保持稳定，脚后跟抬起之后，下身的重心要提起来，提起来之后，这样
你拉也可以抢到高点，你搓呢也有空间，也能控制得住球。如果你的重心一低，这样就怕不转，怕侧上。所以说是重心的问题。正手位短球，调整一下重心。对。你看李代元接这个转不转发球的时候，他的重心有一定的问题。第一个上短球的时候，这个手比球低，这样的话，他这种出手肯定怕不转的球，不转球一摆短就会冒高。所以说呢，重心一定要插到台子里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反手位一发到他长的球之后，他只是就2步出手，但是这个位置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说呢，这个在接长短发球如何兼顾的情况下呢，就是台内球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并步是吧，上台内，但是呢往后退呢需要用小碎步，用小碎步找到最佳位置来拉这个球。它只有2步，但是这个位置不舒服，造成了他的失误。所以说看到他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一定在接长球的时候一定怎么样呢？用小碎步把这个位置调整到最佳再出手，好吧？你再多用一些小碎步来接这个长球。对，这样就看到他打球接这个长球就非常舒服，位置出手从容，位置也很舒服。那么这个接发球对，这个中间短的也可以反手拧拉，对吧？除了摆短之外，也可以反手拧拉。对，在这个接发球当中，台内接的非常完美，长球好像有一些被动，有一些被动在哪儿？只是说很勉强的上手。那如果说对方发长球，一定要做好我已经等待多时的感觉。对方发长球的时候能下手是第一选择，下手不了，实在来不及了，才是这样勉强上手。好吧。
对，节奏还可以慢一点。对，所以在这个接长球上，在接发球的练习当中，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个步伐的站位不要定位就在一点。短球可以上，但是长球也可以下。下来之后等好，你才能发出力来。那么前面李佳悦同学在接长球的时候，步伐没有调整，只是站在这儿，他只能第一个快点勉强的上手。所以说呢，对方发长球来之后，还要在步伐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先往后退半步之后再来出手，才能更加充分发力。试一下。对。对，在这个前面啊，说到这个接发球的宗旨是以稳为主，稳中带凶。但是，一旦等好的球是要凶，等不好的球以稳为主。所以说，这个在接发球当中，你们根据来球判断，再做出自己的这个选择，好吧？这个如果说从容了，你就要下手，要开始凶了。是吧？等好的球再凶，等不好的球以稳为主，啊。好球，穿直线。